你有被劈腿过吗？劈腿是会有后遗症的哦。其实他会劈腿，其实是有原因的啊，你改掉原因就好了。说不定是我上辈子劈他腿，他这次还回来而已。难道是因为我变胖，胸部变太大，他不喜欢吗？总之，人要想骗自己，什么理由都可以。但你就是没想过，真的他就只是道德缺陷，你怎么拜拜超度他都没有用。对于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面对的可能就不是只有要处理被劈腿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就算我被劈腿，我也是好的，我也是值得被爱的。不要跌倒一次就不敢用力跑步，不要被劈腿一次就不敢用力去爱。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来到理科太太。你有被劈腿过吗？很多人以为有了新对象，时间久了之后就没事了。但如果你没有好好消化当初会痛苦的原因，劈腿是会有后遗症的。那些没被劈过的，人生路还很长，请继续做好事。你有听过 Five Stages of Grief 悲伤的5个阶段，是由美国精神科医生 Kubler-Ross 他写了人在临死之前会经历的5个阶段，之后就被应用在其他生离死别啊，像是分手、离婚、家人重过世等等。每个人面对悲伤的顺序不太一样，5个阶段分别有否认、愤怒、忧郁、沮丧、讨价还价和接受，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顺利走到接受。那除了这5个阶段之外，我还想要再多加一个选项，叫做寻找真正痛苦的原因，让想要告别的事情更容易被撕下来。第一个阶段，但是顺序也有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否认就是其实他会劈腿，其实是有原因的啊，你改掉原因就好了。说不定是我上辈子劈他腿，他这次还回来而已。还是我打电动赢他不开心？难道是因为我变胖，胸部变太大，他不喜欢吗？总之，人要想骗自己，什么理由都可以。但你就是没想过，真的他就只是道德缺陷，你怎么拜拜超度他都没有用。第二个阶段，愤怒，你终于发现了，你好像真的因为对方劈腿所以分手了，你就开始很生气，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对我？小三明明长得像他阿姨，又大他10岁，但怪谁都没有用，结束就是结束了。第3个阶段，忧郁沮丧，人生无望，睡太多睡不着，吃太多吃不下，觉得人生就这样子了，不会再更好了。第4个阶段，讨价还价，如果对方愿意，就算没有那么爱我，我也有点对他生气，还是可以复合吧？是不是我学会化妆变比较漂亮之后，他就会后悔回来找我了？你心中想了100个可以改变的方式，但没有一个是真的能改变现实的。最后到了第5个阶段，接受，好吧，真的分了，日子还是要过，账单还是要付，总不能因为这样子一辈子就这样可怜的单身吧？你慢慢走出来，开始正常生活。如果你正在经历分手或是某种生离死别，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呢？不管在哪个阶段，不管你在那边待了多久，觉得不舒服就出来吧。要相信自己跟其他人一样，是有内建能力可以走出伤痛。但是在正常生活之后，不要忘了分析当初让你痛苦的原因是什么，给自己一个交代，好好的为前一段感情告别。最近跟朋友聊天，他说有一天他突然恍然大悟，发现他好像一直没有脱离被劈腿的阴影。表面上工作正常，和家人朋友关系也不错，也有了新交往的对象，但总是觉得感觉哪里不对。直到他发现原来被劈腿触发的是他一直以来不想要去面对他没有安全感的问题。顺带一提，他是一个高大阳光的男生，外人很难把他跟没有安全感联想在一起。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大学交往4年的对象，我被劈腿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非常痛苦，因为那时候我也从密西根搬去纽约读书，距离远，我跟他的感情其实也没有非常好。现在事过境迁回去想，我觉得应该是自尊很痛。我理性的知道我被劈腿是对方的错，但我最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尊心被伤到了。我其实认为我被劈腿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好。幸好我爸妈从小就很爱夸奖我，再加上我神经其实有点大条，让我长成一个算是自带安全感的大人。所以我在想清楚之后觉得那就是对方是的问题，我还是要好好继续生活。所以我开始好好运动，好好上学，在纽约到处玩，到处交朋友，学了很多新东西。现在回想起来，真感谢那时候单身又看得开的自己。对于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面对的可能就不是只有要处理被劈腿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就算我被劈腿，我也是好的，我也是值得被爱的。有些人会因为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一直接受到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讯息，或是在人际关系中可能经历过一些比较大的打击，就会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对于本身安全感就不够的人，如果你没有好好消化劈腿这件事，
就会留下一个小小的尾巴，像是蜗牛粘液一样出现在之后的感情里。你可能会遗忘以前有多想要和另外一半有共同的兴趣，但你现在就会觉得新对象先找个真心爱你的好了，我不想要再受到伤害了。你就这时候可能会去想找一个长相老实的人，但你实在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长得老实，但他是不是老实，所以你下一次就是被一个长相老实的人骗，或者是你故意去找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但是你知道和其貌不扬的人交往和被劈腿的几率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所以不用特别去选一个好像不是特别加分的特质，你只是最后多添一份抱怨而已。备注一下，其貌不扬是一个可能不太好的比喻，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会不会劈腿跟外在条件无关。那你问我那些高富帅啊、白富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在这边诚心的建议你，要担心之前，首先你先要有一个高富帅。以财富和外表分配的状况来看，99%的人这辈子都不会遇到这个问题。言归正传，劈腿后的新恋情里面，你可能会想要从对方的动作，想要找出并确认他对你的爱。哇，我把打喷嚏甩出一条很长的鼻涕，他竟然用敬畏的眼神看着我，他一定是真的爱我。我3天不洗头，头很油，他还亲得下去，他一定是真爱。我胖了10公斤，他还买甜甜圈给我吃，他一定比我阿嬷还要更爱我。想在别人的动作里面寻找爱情，结果却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自觉是个自尊稍微偏低、为缺乏安全感的人，不要因为一次感情上的失败影响到后面的发展，你也不要因为别人就失去自我的价值感。你要像你妈爱你一样爱自己，要用你阿嬷看你的滤镜看你自己。不要跌倒一次就不敢用力跑步，不要被劈腿一次就不敢用力去爱。10年、20年，回头过来，你可以很云淡风轻的跟你的小孩说，我也被劈腿过，但劈我腿的人现在过得一点都不好，气色又很差，又秃头。总之我也是被劈腿过，但我觉得如果不对的人尽早离开，对我真的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当时被劈腿的我运气还真不错。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